嗨，大家好，这里是 Eric 聊电台，我是 Eric。今天我们一起来比较一下自由重量和固定器械之间的差异，它们各自都有哪些优点，又有哪些短板。相信跟我一起深入了解之后，对你的训练更加有帮助。首先，我们来看看被 Old School 的老派训练者奉为经典的自由重量这里面不乏我们所熟知的身影祖师爷罗尼、州长阿诺等等。那么这个自由重量具体指的是什么呢？基本上我们所能看到的没有机械结构，没有杠杆，没有固定轨迹，在没有人为控制的情况下，只受重力作用会自由落体的器械都叫做自由重量。其中比较经典的、具有代表性的则是这个哑铃和杠铃，而比较少用到的诸如这个壶铃、沙铃、保加利亚包、药球等等也属于自由重量。当然这里面也包括咱们中国古人发明的石锁。那这个时候有人就要问，引体向上和双杠臂屈伸的器械都是固定的，那它们是固定器械吗？其实，因为做这两个动作的时候，负荷并不是来自于器械，而是我们自身的自重，身体属于自由重量所以这依然属于自由重量训练的范畴。商用固定器械的发源稍稍晚于这个自由重量。为什么要说商用呢？因为最早的固定器械是用于这个医疗领域针对病患的康复治疗。后期发现其对这个健身健美有着特定的效果，就通过一系列的改良把它投放到了商业健身房给大众使用。了解了什么是自由重量和固定器械，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它们各自的优势和弊端。自由重量和固定器械最大的不同在于自由两个字因为没有了固定器械的恒定轨道和帮你进行姿态维持的这个靠垫等辅助单元，这样一来，除了对这个负重进行做功以外，还需要募集额外的肌群以及深层肌肉来进行平衡和姿态的稳定以及对这个杠铃和哑铃的轨迹进行控制，尤其是对核心肌群。所以如果当你能以相对标准且有控制的方式完成较大的这个自由重量训练时，就算不用额外对腹部进行训练，你的核心包括腹肌也应当是相当强悍的。但是让人头疼的是，很多商业健身房居然没有配备诸如这个自由深蹲架或者是硬拉台这些设备。不知道你们的健身房有没有？有的扣1，没有的扣2。自由重量的阻力方向永远来自于地心，所以不管你采用何种姿势、何种训练，你都需要克服重力进行做功。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当进行某些动作的时候，比如说二头弯举，对于肱二头肌来说，动作最低点和最高点阻力都较小，而当小臂平行于地面时，阻力则为最大。当然，这并不是因为重力产生的变化，而是因为力臂的长短它的变化所致。而某些固定器械则能提供持续且稳定的阻力输出，并不会因为这个动作幅度的变化而产生改变。所以对于肌肥大训练，我们可以结合多种不同的这个阻力模式来对肌肉进行刺激，更为全面。在上点我们提到了自由重量需要身体自身提供稳定和平衡，所以就容易分散一部分精力去对身体和负重进行控制，略微削减了一点点对目标肌肉的注意力如果是换作轨迹相对稳定的固定器械，我们就能更加专注于目标肌肉的发力，增加对它的刺激度当然这绝大部分是基于肌肥大训练或者是康复方面的需求。固定器械允许我们花更多的精力在目标肌肉上，所以我们通常能在更安全的前提下将肌肉逼迫至极限做更多的次数。此外，什么递减组强迫组欺骗组也就更容易得到执行。这种情况下，对肌纤维的破坏可能也就愈强烈。当然，在此提醒一下，一切量力而行。同样的动作，同样的重量自由重量训练会产生更大的神经压力对于力量的提升更为有效，当然也容易让身体产生更多的疲惫。比如说，如果你能标准的进行大重量硬拉，那么自由重量划船也能从中受益，因为你的核心和后侧链具备了更加稳定的动态平衡能力。
如果你能完成站姿自由重量的推肩，那某些需要直立进行的动作也将从中获益啊。当然，自由杠铃卧推也能因为肩关节稳定性得到提高而提升。对于这个钢半肩卡的萌新来说，固定器械会更加的友好啊，就算只是瞥了一眼贴在固定器械上的说明文字或者是图解，也能8、9不离10的完成动作。何况身体姿势和运行轨道还都是固定的，你想整出花来也没有太大的可能性。但如果是自由重量就不一样了，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另外，固定器械相对于自由重量也更加安全，受伤的风险更小啊。咱们的当代奥赛霸主 Phil Heath 就是固定器械的绝对拥趸，所以这些年来也很少听到他受伤的消息。不用想，肯定是自由重量消耗更大，同等重量下啊，核心的压力更大，身体参与的肌群也更多，所花费的体力肯定是不同的。得益于自由重量的不受限啊，所以可采用的动作和模式也更加的灵活多变。杠铃和哑铃绝不仅仅只限于我们常见的力量训练和肌肥大动作，其可以为各种训练提供负重和阻力。沙铃、壶铃要求更是如此。那么对于减脂来讲，方式和选择就多了很多，而非只限于这个固定器械提供给你的单一模式。相较于固定器械通过自由重量训练所习得的运动能力对于专项运动的转化性更强。打个简单的比方对于一个橄榄球运动员，同样是深蹲自由杠铃深蹲150千克和史密斯架深蹲150千克对于实际的跑跳和他的对抗能力的贡献度是不在一个层面的。前者当然拥有更好的运动能力。很多专项运动不光需要传统的基础力量训练比如说硬拉、深蹲、卧推、推举，还需要进行对专项运动贡献度更高的特定动作。比如摔跤运动员会额外练习高翻来提升爆发力，拳击运动员的这个转体要求抛掷，举重运动员的负重山羊挺身等等等等。而这些动作只能通过自由重量来得到实现。使用这个自由重量往往能更贴近现实生活中的阻力模式，因为生活中我们所对抗的阻力几乎都是来自于重力，数值指向地心而且都没有固定轨迹需要我们对其进行动态的稳定，比如说站立、爬楼梯帮同事换饮水机上的水桶，公主抱并不是特别亲的女友。Run。或者是跳起来完成反身360度大风筝扣篮等等。多进行自由重量的训练，能让我们在生活和其他方面更加的得心应手。何为协调性？它的深层逻辑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每个肌肉都有一个开关，打开意味着收缩用力，关闭则意味着放松。而且我们开启它之后还有10档的能级控制，因此当我们需要完成一个特定的动作的时候，各个肌肉需要在各自最佳的时间点打开开关至最合适的能级，再在必要的时候迅速关闭开关这就需要肌肉和肌肉之间有一个很好的配合和协同能力。而自由重量这个训练轨迹自然可以做出更多复杂的多关节复合动作，强调了肌肉与肌肉之间的配合，这样对协调性的提高也有一定的帮助。说了这么多估计有的人已经晕头转向了。到底是自由重量好还是固定器械好？这得分开来看。纯粹的肌肥大训练不分伯仲，各有优势，我们应当综合利用，相辅相成。当然，如果是专项运动或者是着重运动能力方面的提高的话，那么自由重量训练处在绝对的优先级，固定器械可以作为辅助。OK， 这里是 Eric 聊电台，劳烦大家点赞、评论、转发。不想错过每期内容和福利的朋友，请戳一下下方关注，你们的鼓励是我最大的动力。我是 Eric。